SUV， 那可能 CR-V 呢，即使你不选它，它也是你选车的其中一个标杆的车型，因为呢，它所有的优点，空间大、性价比高、可靠性高、油耗低，然后这台车做的舒适，用起来各方面都没什么太大毛病，这些呢全部都是家用的需求跟痛点，所以呢，它一直都卖得非常的好。当然，现在第二代就来了。那这台车呢，其实现在新一代推出的时候呢，并没有敲锣打鼓啊这样子的，而是悄悄的来了。那它在延续了之前的优点之后呢，又做了一些什么提升，可能也是很多消费者呢持币代购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跟老款相比的话，有什么进化的地方吧。那作为全新一代的 CR-V 呢，尺寸上呢，相比于上一代来说，它的确是有增加的。那在车长跟车宽都增加的情况下了，所以这一代 CR-V 呢，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地方，就是它增加了一个7座。当然增加7座之后呢，我觉得啊，先不论它的空间表现怎么样，那现在呢，尴尬的就是冠道了，因为冠道的级别还有尺寸都比它大，但是呢，它是只有5座的，所以对于家用消费者来说呢 ，CR-V 反而是变成了更加实惠的一个选择。那在整体的外观上呢，它还是延续了现在美版车型的一些设计特征。其实，在整个前脸的造型上，你依然能够看到上一代 CR-V 的一些影子，但是在那个基础上呢，你会觉得它的线条会来得更加利落，而且呢，像这些镀铬啊、中网啊这些的一些设计上呢，会更加突出、更加精悍一点。所以现在看上去呢，感觉就是从原来的那个比较居家的男人，现在是更加年轻化了，也是借着主要的一些设计潮流。而且这个大灯呢是非常狭长的，通过了这个镀铬上下分开了，然后更加有设计感，更加有雕塑感。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外观其实是更加好看的。再来看一下车身侧面啊，首先今天我们开的这台车呢，应该是一个低配的版本啊，就 VTI， 所以它用的是一个17寸的轮圈，尺寸并不是特别的大。而在整体的车身侧面上呢，线条会更加平直，去衬托出它有一个更长的一个车身。那整体侧面的话呢，其实在形象上跟老款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这样。然后在车身后面的话呢，这个尾灯组呢，我个人觉得它的设计上还是比较有亮点的。首先就是它也是延续了上一代这个 L 字形的。那在这个刹车灯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是让你在打开尾门的时候，放一些很大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依然刹车灯后面的车还是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考量，所以它延续了这个。然后在中间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里面灯腔的结构呢，其实跟现在宝马呢就有点像了，看上去呢会更加有现代感一点。那整个车尾呢也是相对比较平直一点的，去增加它后面的一个空间，然后有更好的一个储物表现。所以呢，在整体的外观设计上呢，增加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但整体的取向呢，还是去考虑家用为主的。那作为一个家用车来说，我觉得外观上呢，比老款来说更加潮流了，然后呢，线条更加平直，更加有力量感，而且最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它的家用属性，或者是它整体的外观的调性上呢，还是跟家用非常贴合的，没有说我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运动的造型啊等等。所以对于家用用家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最对它口味的一个地方。说完外观，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饰。其实这一代车型内饰最重要的一个设计点呢，就是它采用了一个家族设计的中控台。这个家族设计的来源呢，就是全新一代的思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非常熟悉这个蜂窝网的贯穿式的一个空调出风口。然后呢，这边整体呢也是一致的。所以呢，如果是看了思域的朋友，相信这套内饰整体造型它已经是非常熟悉了。而且在科技上面呢，也是采用全新的液晶仪表盘啊、中控屏啊，包括Honda Connect 3.0等等，有一个3辐式的全新的一个方向盘。那其实这一切的话呢，我就不仔细说了，相信大家看其他车的评测呢，都已经是比较仔细了。其实所有的体验包括功能性呢都没有差别的。所以呢，今天我来试驾的时候，一坐进来，甚至有一个错觉，就是好像进来了一个加高了的思域一样。另外呢，我觉得值得一说就是它的座椅。这个座椅的话呢，整体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即使是低配车型，但是它也是用皮革包裹，上面有一些打孔啊，有一些通风啊等等。所以呢，整体它的质感上面呢，我觉得跟老款相比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有一点呢，就是原来那个是比较柔软的，这个呢承托性会好了那么一点点。另外在功能性上面呢，如果高配车型甚至还有座椅加热加通风功能，那今天我这台低配车呢是没有的，而且呢像它有一个很强大的 HUD， 低配车也没有。如果比较看重这些功能的话呢，可以选择高配车型。另外呢，现在其实选择家用车的朋友呢，也越来越注重安全了。原来呢，大家都说啊，什么日系车呢皮薄不安全，所以呢，现在全新一代的 CR-V 呢，它也增加了一些气囊。那除了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 A 柱啊，包括前部啊等等气囊以外呢，也首次标配了西部的气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比较关注家人安全的话呢，现在我相信它也是对安全有一个更综合的考量。而且除了前部以外呢，后排它也增加了气帘。没错，刚才我提到后排的这个气囊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其实对于后排乘客来说，安全性也是有更好保障。当然，对于买这种的 SUV 来说呢，第二排的空间始终是所有的消费者最关注的地方。这一代车型相比上一代呢，轴距跟车长都增加了，所以呢，在原来很宽裕的后排空间，现在就变得更加夸张了。就目视来说啊，就已经非常大了，我就不做仔细的量了。然后呢，中排也是有一个全屏的地台，做中排也没有问题。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虽然这个尺寸不算特别的大啊，但是呢，开阳感也是有提升的。而且后排呢，也有2个小阅读灯，看着还是比较精致的。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地方呢，就是本田是空间魔术师，所以在实用性的考量上面，到处都是储物格。但是呢，唯独就是这个前排座椅的靠背它是没有储物袋的，希望呢后期的话它能够给我们增加上去了。当然这一代的 CR-V 呢，第二排还增加了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就是它带了滑轨。那现在呢，它可以前后调节。那如果是一般来说呢，把它调到最后啊，然后中排的话有一个更好的腿部空间，看着更加宽敞。当然，突然你后面要放很大件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它调前。那因为空间还是非常富余的，所以对于后排乘坐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后面就可以放更大件的东西了，实用性也是有一个更好的、更灵活的一个调整了。当然，这个功能呢，主要还是为7座车去提供的。那7座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去找一个车看一下。好的，现在终于找到一个7座车了，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第3排。不过首先呢，看一下，其实现在第2排呢，就是原来5座车型的那个状态，空间基本上是一样的。另外呢，像这一类的紧凑型车呢，如果要第3排能坐人的话呢，第2排必须要前后移动。那这台 CR-V 的话呢，其实前后移动包括各种的座椅变化移动来说呢，它是用了很多细分的一些按钮跟扳手，我个人觉得会更加方便。那首先前后移动这边有个扳手，然后呢，如果是靠背的折叠跟调整呢，这边有一个扳手。如果是往前翻就舒适进入的话呢，它又有一个扳手，那这样就方便多了。因为有一些车型呢，不知道是为了设计的缘故啊，或者是为了节省成本的缘故，可能它就一个扳手去完成所有的功能。那调节起来的话呢，牵一发动全身，很难去调节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动作啊。但这个细分的话，我觉得就方便多了。那可以看到，如果是座椅调到最后的话呢，第3排腿部几乎是没有空间的，所以我必须要往前调。那现在呢，我就调到大概还有1拳多这么一个腿部空间啊。那现在去后排看一下。好的，在这个状态下面，我觉得后排空间还是能够接受的，不会特别的挤，空间还是有的。腿部呢也不会直接靠到这个靠背上面，所以还是有一些空余的空间，也可以坐得躺一点点。另外呢，像这个小板凳的话呢，它的填充物其实也够厚啊，不会硌屁股，整体的这个舒适性还是可以的。只是呢，这个扶手上面呢，它是没有用一些软性材质，可能这个质感稍微就差了一点点。不过呢，上面本田还很细心做了一个活动的杯架啊，看来空间魔术师真是把这一块做到极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呢，在第2排就是靠背的下方呢，它有一个空隙的地方。如果是我这个座椅呢，你可以把脚放到里面去，所以这个坐姿会更加舒服一点。而且这个地台呢也没有倾斜，是平的。但是如果坐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又有滑轨啊，各种各样的，所以坐起来呢这个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左边这个脚呢必须要插到左边这个座椅的下方啊，所以要给旁边借个位置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靠背的话呢，其实角度我觉得 OK 的，坐姿也 OK， 只是呢，因为这个车顶啊是向下压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头部空间会稍显有点不够啊。所以呢，如果像我这么高的话呢，要往后靠，可能这个头碰到车顶就靠不到这个头枕上面了。我觉得如果是比我更矮的人去做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座椅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厚了，但是它也没有把头直接放到这个玻璃这块啊，所以对于安全性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当然，对于这个7座车型，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啊，在第3排使用的情况下呢，现在后备箱会变成怎么样了？现在开一下看一下。那它是有一个脚踢开门的动作，响应还是比较快的，开得也比较快。而且关键的一点呢，是它不用一些特别的姿势、特别的脚法去开。我觉得这个呢，对于使用的人来说会更加方便、更加靠谱一点的。另外呢，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第3排在使用的情况下呢，就后面的后备箱空间就形同虚设了，但是它也很细心做了一些隔间，下面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上面也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就直接提升了它的一个利用率吧。然后呢，如果放大一点的行李，可能或者是像旁边那个箱子的话呢，估计就放不下了。然后呢，这个板子如果不用的话呢，也可以放下去啊。放下去之后呢，整体也可以放一些高一点的东西。另外呢，它的后面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倒。放倒之后呢，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它后备箱的空间会怎么样啊。那第3排的话呢，如果是把它放倒的时候，因为这个会比较高，所以把它这个隔板放上去呢，可以找一个平。如果是放一些大件的东西会更加方便一点。另外呢，下面的话呢，它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机关的啊，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对于一个燃油版的车型来说呢，首先它下面可以切开，然后切开之后呢，它就是一些放轮胎啊，有一个储物格，然后这边呢也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然后下方呢就是有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现在很多车都没备胎了。那现在它配了个备胎，我觉得对于实用来说啊，相比那些只给个气泵的那些呢，还是更有良心的。毕竟爆胎的时候呢，真的像今天这个地方你去找一个补胎的，真的没有。然后这块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备胎了，周围全部都是隔音棉，所以这一代车型呢，它要提升 MH 表现，也是靠大量的一些隔音棉的铺设去实现的。那对于这么一个空间的利用来说呢，相同的一个尺寸，有第3排，然后也有备胎，然后这些储物空间呢，虽然是比较小一点，但是呢，它也基本上把空间利用做到极致了，所以空间魔术师可能就是这样达成的。好的，那看完7座车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5座车型看一下后备箱。你可以看到呢，因为没有第3排的原因，后备箱就非常的大，非常的规整，而且呢，整体的储物空间呢是相当可观的。如果真的不需要后面有那么大空间的话，也可以把后面的座椅往前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所以呢，后面就会有一个更加巨大的空间，甚至是我觉得露营的话，直接住里面也没有太大问题了。而在功能性上面啊，除了这一点以外呢，如果是高配车型，还有一个电动尾门，那用起来呢就更加有仪式感了。好了，说完静态的部分呢，再跟大家聊一下今天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那因为呢，在推出的时间顺序的原因，所以现在今天试驾会的全部都是 1.5T 的车型。那相信呢，也是主力总量的一个车型了。那其实这一副的 1.5T 呢，跟之前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因为它的数据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最大扭矩是243牛米，然后马力也是193匹，配的呢也是 CVT 的变速箱。不过在一些输出的特性还有内部的优化上面呢，它还是做出了一些区别。那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响应比之前会更快一些，而且呢领居平台相比于老的那部发动机呢会更宽一点。所以实际上呢，现在需要加速的时候，是明显感觉到没有原来的那个
发动机需要那么高的转速了，所以呢，整体它的一些动静也能够抑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而且呢 ，CVT 的变速箱其实在这一块同样也是有它的功劳的，它的整体的一些传输效率啊这些提升了，然后里面的一些结构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所以现在开起来的话呢，就是这种 CVT 的原来的那种就光吼不走的感觉呢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整体呢，我觉得开起来它的响应还有它的动力质感上面是做了一点提升了。那其实在全新这一代 CR-V 它的驾驶上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提升就是在驾驶辅助方面，就是它的 Honda Sensing。现在呢，它采用了一个叫 Honda Sensing 360这么一个配置吧。那相比于以前的 Honda Sensing 呢，它的功能性是更强大了，而且呢，在很多的一些匹配啊，还有一些功能性上面呢，是做了一些增加。那首先在硬件上面，它是增加了一些毫米波的摄像头，所以呢，在检测上面，包括精度还有速度上面，响应上面呢，也会更加精准、更快一点。而且呢，在功能性上面呢，它加了很多的一些比较偏向于现在一些 L2.5 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比如说原来的一些 ACC 呢，那在一些路况允许的场景下面呢，也可以在开启 ACC 的场景下面呢，打转向灯就实行一个自动变道。然后在一些十字路口呢，它也增加了它一些检测的功能，那有更多防碰撞啊等等的一些预警，还有主动刹车等等的灵敏度也是提升了。而且呢，在一些要碰撞的场合的时候呢，或者是旁边有一些车辆，然后你突然自己进行变道的时候呢，它也加了一些纠正功能啊，所以呢，到时候它会有一些主动的避让啊，然后你打转向，然后它给你打过来，就避免发生这种变道的时候发生碰撞。这种呢，特别容易发生在一些我们注意力不太集中，然后呢，在一些相对空旷的道路，然后你觉得旁边没车，突然打个方向就要变道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碰撞呢，它可以更大程度的去避免。所以在一些驾驶安全性上面，我觉得它的考量会比老款呢来说更加周到一点。那还有一个提升呢，就是在4驱版本上面。今天我开的是2驱版本，那全部车呢只有头车是4驱的。但是在说明会上面呢，他也仔细讲了一下4驱它的一些提升。那原来呢，其实对于 CR-V 这种的城市 SUV， 特别是采用适时4驱，也没有差速锁啊等等功能来说呢，越野性能真的是挺一般般，就是作为一个应急用途，然后提升一下在一种极端条件下面它的一些驾驶安全的。那这一次的话呢，它的4驱系统呢也做了一些提升的，主要呢就是对于后桥上面呢，第一个扭矩分配，它可以分配出更多的扭矩，所以在一些非铺装路面行驶上面性能它是会提升。然后呢，在功能性上面，比如说头部缓降啊，然后在一些弯道上面呢，也会有一些更好的控制。当然买 CR-V 的话呢，如果是一般经济型的家庭用家，可能更多会选择一些2驱的车型，那毕竟呢也更省油，价格也更低。但是一旦是选择了4驱的时候呢，可能你对一些非铺装的路面的场景啊，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露营，去一些很多人没有车，或者是甚至没有一些通过性好一点的车都去不了的一些比较私家的场景的时候呢，这个4驱我觉得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好的，最后做一个总结，其实这一代 CR-V 的话跟上一代对比，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显很颠覆式的一些提升或者是变化，这台车呢还是原汁原味的一个 CR-V。 那跟上一代对比的话呢，首先就所有的优点它是保留了，比如说空间比较大啊，乘坐比较舒服啊，然后比较省油啊，等等等等，这些家用是保留了。而且呢，它也补足了上一代的一些短板啊。那比如说大家觉得上一代车型可能开起来感觉比较单薄，然后这个动力也不是很强啊，等等这些呢，其实这些的确是提升了。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它也增加了一些更强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安全性更好了，车身更加坚固了，然后像安全气囊它也增加了， Honda Sensing 呢它也增加了 Honda Sensing 360更强大的一些功能，包括呢像多媒体系统呢，它现在也是用 Honda Connect 3.0的，那这个系统呢也是现在最新的，所以呢在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更像是原来上一代 CR-V 的一个加长加
加强的一个完全体。所以呢，虽然它跟上一代没有很颠覆式的一些调整，但是我觉得对于家用的一些用家来说，反而这样的 CR-V他们是最欢迎的。而且呢，现在它是有第3排的车型选择，所以我相信呢，对于很多家庭用家来说，7座车可能是他们首选的一个车型了。那最后呢，这台车以后还会出混动的版本，就现在 EHEV 的版本，还有 PHEV 的版本。那以后呢会上市，我们再